那连线这页其实就还蛮直白的 ，Linux 用 SSH，Windows 用 RDP 远端桌面。但我们这边可以再补一个企业落地的一个角度，连得上只是开始，治理要问的是说，首先连线的来源有没有被限制，登入行为有没有留痕，账号跟权限有没有做最小化，因为很多事件不是被打穿，而是入口开太大，没有监控。你可以把 RDP、SSH 限制在跳板机或 VPN 后面，降低暴露面。接下来才是最容易发生人为失误的一页，资料清理。这一页的重点有4个词 ：Terminate 终止、Data Loss Warning 资料移除警示、Stop Billing 停止计费。再来是永久且不可逆，也就是说 Terminate 很像是砍掉整个专案的环境，它会停止计费，但同时也可能带来资料的损失，而且是不可逆的。所以实务上我们会建议说，你在按下 Terminate 之前，你要先确定说资料的策略，比如说重要资料是否在 EBS， 是否有 Snapshot、AMI， 是否符合回溯的需求。省钱不是问题，无法复原才是问题所在。好，那这边讲到钱，我们就会进入到计费模式。我们先看弹性购买 On Demand 与 Spot。 弹性购买包含2种，首先 On Demand 无需长期承诺，按秒计费，这边写得很清楚，适合短期不规则工作负载。再来 Spot Instance 最高可折扣到 90%， 因为你用的是 AWS 的空闲容量，但相对的这个代价是说可随时被 AWS 收回，所以 Stop 的使用前提是你的应用要有容错能力，能中断，能重试，能水平扩展。Spot 省的是钱，但你应该要用架构来付出你的韧性。好，那举个例子来说好了 ，CI/CD build 批次转档模型训练的非即时工作，其实就还蛮适合 Spot， 但核心交易系统通常就不适合。那如果你的负载稳定、可预测，那接下来就会进入到长期承诺的方案。这一页有2个选项。首先，我们先看到左半边 Reserve Saving Plans， 承诺1或3年换取显著的折扣，适合说稳定且可预测的工作负载。再来到右半边专用主机，实体的伺服器租用，适合说合规需求或既有的软体授权。治理上其实你还要用可预测性来做决策。首先第一个用量稳、规格稳的话，那我们就会 prefer 说左半边的承诺换取折扣。那如果是说有法遵、审计或者是授权绑住的实体的话，我们就会偏向右半边专用主机。那这其实不是技术题，是风险成本合规的一个决策题目。举个例子来说好了，银行或者受规管的产业可能会因为授权的条款或者是稽核的要求，选择说专用主机。对，那选了计费模式其实还不够，下一页我们要用工具把成本透明化，把建议自动送上门。好，其实成本优化最怕一句话，我们感觉没有很贵。对，这一句想必大家还蛮常听到的。所以 AWS 给你了2个工具。首先第一个 AWS Cost Explorer 可视化分析支出跟使用量，你能快速看到钱花在哪，趋势怎么走。再来是 AWS Trust Advisor， 及时提供成本的优化与安全性的建议，帮你找出闲置的资源、过度配置以及安全的风险。这里可以用 PM 的语言来说，把成本从月底结账变成是说持续的一个治理模式，你就不会每次都被账单的
金额 surprise， 对。但成本除了规格，还跟流量或说高度相关。下一页我们看 Traffic and ELB Auto Scaling， 这一页虽然标题还是成本工具，但它的内容其实在讲的是说流量跟容量的治理。ELB 其实就在讲的是说，它自动把流量分发到多个执行个体，避免单点的爆炸。那 Auto Scaling 自动扩展，确保说你有正确数量的 instant 来处理负载，那可以让你在尖峰撑得住，离峰的时候也不会浪费。这里的核心价值是把可用性与成本从人手调机器变成一个系统的自动调节。你不需要每天盯着说机器的数量，你要盯的是策略跟指标。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日常中蛮常见的例子，电商活动通常日用 Auto Scaling 来撑住流量，活动结束之后自动收回来，避免说活动过了还在烧钱。好，那这边流量稳住了，下一步你要看得见，也要能早知道威胁在哪边。下一页，监控与威胁侦测。好，那这边其实是一个很标准也很实用的一个组合。首先 AWS CloudWatch 监控执行个体的效能指标与日志，你用它回答说现在是否是健康的状态，那相对应的瓶颈会在哪里。好，到右半边 Amazon Guard Duty 智慧威胁侦测，识别未授权或恶意的活动，你用它回答说是否有人在做不该做的事情。如果用治理的语言来做翻译的动作， CloudWatch 给你可观测性， Guard Duty 给你威胁情资以及告警。最后你要做的就是把告警纳入事件流程 IR， 譬如说谁接多久回，怎么升级，怎么留存证据。其实 CloudWatch 看到的可能会是说 CPU 突然飙高，搭配的 Guard Duty 出现异常存取，你就能快速的判断是流量尖峰还是攻击行为。最后一页我们把最佳实践收敛成可以当 SOP 的清单。好，最后这一页是总结，也就是你落地的一个 checklist。首先跨可用区域部署，主要在讲的是说提高系统的可用性，降低单一的 AZ 故障的一个影响。再者到定期备份，建立 EBS 的快照与 AMI， 让你能复原、能回溯、能交付证据。权限最小化，不止 IAM， 连 Security Group 登入方式、金钥管理都要走最小化的原则。再来是妥善设定 Security Group 与金钥，入口小，权限干净，可控可管。好，那其实用一句话来收尾， EC2 的成熟不是你开得起来，而是你管得住、查得到、救得回来。好，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我是 Ariel。